如果问现在的小孩，你们知道4399是啥吗？他们大多会感觉莫名其妙，这不就是一串普通的阿拉伯数字吗？不过对于咱们90后来说，这4个数字是抹不去的童年回忆。那个时代没有吃鸡，没有王者，单单是4399上面琳琅满目的小游戏，就足以为稚嫩的我们打开了新世界大门。黄金矿工、赛尔号、泡泡糖等等，随便一个都让一个正处于到处野、到处玩年纪的孩子老老实实做一下午。最近无聊的品牌哥就一阵心血来潮，逛了一圈4399，打算找找那逝去的童年。打开网站后，还是熟悉的模样。点开曾经最爱的黄金矿工，乐此不疲地抓了一下午金块。不过打开游戏评论区的时候，才意识到这些小游戏真的没多少人玩了。评论大多集中在3、4年前，不像以前每天都有很多人讨论玩法和剧情。4399当年有多辉煌，后来又为何没落？今天这期节目就给大家来一波回忆杀，了解下4399的那些故事。4399的诞生颇为魔幻，它背后的男人曾经是一名网管。事情还要从1999年说起，互联网在中国刚刚兴起不久，网吧如雨后春笋般在城市角落里一个个涌现。20岁的李新平也是网吧的常客，由于太过于沉迷电子游戏，他干脆去当了网管，到月有工资，过网瘾还不花钱，一举两得，多爽啊！但做网管的李新平并不能愉快地玩游戏。彼时李彦宏还没有回国创业，大部分国人也是刚刚接触互联网，要么记不住网址，要么不会输入网址。网吧里经常有人大喊：“网管过来，怎么断网了？”吴新平无奈跑过去一看，原来是对方输错了网址。作为一名负责的网管，他只能充当人肉搜索引擎，一遍遍地帮人手动输入网址。但类似这样的事情多了，他也很烦躁，太影响自己玩游戏了。于是他自学了4个月编程，做了一个个人主页，叫黑苹果不亮，上面集成了很多常用网址，谁要是找他问网址，就直接发过去。时间久了，李新平的主页逐渐在网民圈子里流传，凭借哪里不知道点哪里的傻瓜式操作，抓住了很多新时代网民的上网需求。眼看自己设计的主页越来越受欢迎，他干脆将其美化，取了一个好123的名字，正式推广开来。巅峰时期，好123那是流量惊人，比新浪、网易2大门户网站加起来还要多。但商业化之后，很多复杂的事情就来了，一边是要成千上万个网址的维护，另一边是要应对各种商务推广。平民出身的李新平独自面对这些，压力山大。同一时间，百度开始崛起。为了将好123上庞大的流量导入到百度搜索里，李彦宏出价约5000万将其收购。此后，好123每年为百度带来4亿元营收，并助其于2005年成功上市。很多人因此质疑李新平的这笔交易是贱卖，但实际上李新平早就给自己留了退路。2002年，李新平意识到，随着网民上网能力的提升，搜索引擎和导航网址将不是那么重要，反而是娱乐需求会大大增加。他用做好123的思路，做成了一个集成众多小游戏的网站，即4399。简单理解，4399不生产游戏，只是游戏的搬运工。什么游戏好玩就破解搬运过来。最初的4399被他放在了好123的醒目位置，根本不抽流量，甚至好123被百度收购后，百度给到4399的流量更高了。另外，4399这个简单明了的域名也是个优势，纯数字看一遍就能记住。因此，4399诞生不久，日访问量就达到了100万级。不过，随着流量的剧增，李新平他就遇到了新麻烦，最棘手的就是无力独自运营。比如最重要的破解游戏，就不是他一个人能完成的。更何况，同一时间还有7K7K、3839、456等各类小游戏网站崛起，特别是7K7K势如破竹，一度压制了4399的人气。直到2008年，一位名叫蔡文胜的男人加入4399，一举解决了所有难题。蔡文胜非常有商业头脑，99年开始玩抢注域名的生意，在他手里有联想 FM365.com、爱奇艺奇艺 .com、土豆网土豆 .com、创新工厂创新 .com、暴风影音暴风 .com 等诸多域名。靠卖域名，他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。那么，蔡文胜为何会看中李新平呢？事情还要从李新平的好123说起。彼时，好123有个旗鼓相当的竞品网站，叫做256导航。作为竞争对手，两人在2005年一见如故，希望能够有机会合作。但李新平转手把好123卖给了百度，蔡文胜听闻后不久，也把自己的256导航卖给了谷歌。李新平没了好123，就专注自己的4399，不曾想遇到了麻烦。蔡文胜卖掉256导航后，手里没啥产业了，干脆摇身一变成为专业的天使投资人。因此
2008年，蔡文胜以天使投资人的身份再次找到李新平，想要帮助这位故人。最终，蔡文胜用资金入股的方式成为4399大股东，并担任董事长职务。李新平则专注于产品开发。蔡李二人携手，让4399有了高效的团队、充实的资金以及更具战略性的眼光，迅速和其他小游戏网站拉开了距离。2012年，4399营收突破10亿元，成为小游戏领域一家独大、无人能敌的存在。但在2012年后，4399再次遇到了一堆麻烦事儿，使其逐渐走向了衰落。首当其冲的就是4399的内部动荡，简单概括为大佬们的恩怨情仇。这个故事非常复杂，限于视频时长，不做详细介绍。下面简单提一下：4399一步步壮大后，需要吸纳更多的人才。蔡文胜就拉拢了业内技术大牛曹正做 CTO， 以及另一位游戏行业大佬骆海坚做总经理。两位大佬的加入，把4399管理得井井有条，业绩蒸蒸日上。特别是担任总经理的骆海坚，战功显赫。在此背景下，蔡文胜感觉自己可有可无，逐渐疏远了对公司的管理。于是骆海坚就打算谋权篡位，掌控4399。但蔡文胜是大股东，李新平是创始人，这两位都不能乱动。骆海坚只好对 CTO 曹正下手，明里暗里使坏，挤走了曹正。曹正走后，蔡文胜感觉到队伍人心涣散，只好引入新的投资人来稳固团队。一来二去，蔡文胜的股份降低到了1.37%左右，骆海坚成为4399的实控人。高层的动荡也影响到了中层团队。2014年春节前后，4399突然出现大规模人事变动，裁员离职了300余位员工。到了2015年，4399因为公司内斗的影响，被证监会叫停了冲击几年的上市之路。再到2017年，4399二次上市被举报暂停。2次上市失败后，4399元气大伤，遭遇各种舆论冲击，迎来了至暗时刻。几乎国内所有游戏厂商都在声讨他抄袭，这也是接下来要重点说的故事。4399的发家是靠破解搬运小游戏，说难听点就是盗版。他们为了节约成本，成立了一支专业庞大的团队来破解，俗称扒游戏，而且扒得快，扒得好，以至于互联网任何角落发布的小游戏，第2天就被破解出现在了4399。这种做法很明显侵犯了游戏开发者的权益，因为4399不仅把游戏破解后放到自己网站上吸引用户，还会屏蔽网络功能以及弹出的链接，开发者甚至拿不到广告收益。创作者们的辛勤付出就这样成为4399的赚钱机器。那么4399如此狂妄，开发者不去告他侵权吗？当然会告，但关键是告了也没啥用。首先，游戏侵权的认定前提是开发者得证明这游戏是属于自己的。证明的最好方法就是去申请国内的游戏版权，可很多小游戏都是小团队或个人完成的，让他们大费周章去申请版权根本不现实。而且4399太过于庞大，有的是时间和资金去打拉锯战。很多小团队在打官司途中，要么是时间太长耗不起倒闭了，要么就是屈服于4399，被迫制作4399专门版替换盗版。特别是海外的小团队，跨洋和4399打官司更加吃力不讨好，只能作罢。典型的例子，一个叫做《闪客快打》的海外游戏，原作者跨海坚持和4399打了好多年官司，也仅仅是让4399下架了一部分作品而已。几乎战无不胜的4399后来更是疯狂到抄袭腾讯和网易的游戏，但腾讯和网易可不是吃素的，必须要让4399尝尝铁拳的滋味。2019年，4399因为涉嫌侵犯《地下城与勇士》的商标权，被法院判决需要赔偿腾讯500万元。2017年，网易发表声明称4399旗下的手游《仙羽》侵犯了《梦幻西游》手游著作权，被法院判决网易胜诉，4399赔偿1500万元。惹到铁板，一告一个准，4399终于走上了自己亲手埋下的雷区。当然，4399也不是全都靠抄袭破解，他们自己也会开发原创小游戏，比如招募开发者为其开发正版游戏并相入广告，推开发平台，还举办过小游戏开发比赛，选取优秀的颁奖等。但和数以万计的小游戏总量相比，原创游戏少之又少。总的来说，盗版对4399的影响更多的是舆论方面，对大多数用户来说，并不会因为盗版就去抵制。4399被抛弃的主要原因还是时代变了。随着智能手机的大规模普及，手游在国内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。早在2013年，市场规模就达到了92.4亿元，同比增长371.4%，占比16.7%，几乎和页游的17.8%持平。其余部分为客户端游戏，4399受到巨大冲击。另一方面，2020年底 ，Adobe 公司彻底停止开发 Flash 插件，
这对极度依赖 Flash 的4399来说又是一个重大打击。即使目前4399上的小游戏大多改用 H5，但一些 Flash 制作的 SWF 格式经典小游戏依然存在，必须使用特定的浏览器或按照提示下载 Flash 插件才能玩。这些操作无疑会劝退绝大部分低龄玩家。无奈之下，4399开始转型，手游成为重中之重。或许是在国内无法和腾讯、网易两位巨头竞争，4399的手游基本靠出海。拿2023年数据来看，4399多款游戏表现不俗。举几个例子，奇迹之剑属于4399旗下老牌头部出海角色扮演类手游，2019年登陆韩国之后一路高歌猛进，2023年在日韩市场的双端流水预估达1.63亿，其中韩国贡献了1.08亿元。欧美市场4399同样涉足，靠的是策略类游戏《文明与征服》，这款游戏开发了6个版本，登陆海外80多个国家及地区。不过4399的优势还是在于港澳台以及日韩地区，欧美表现一般。文明与征服的流水贡献中，中国台湾稳居第一，韩国其次，欧美排末尾。另外，去年4399还开发了一款名叫《冒险大作战》的小游戏，在微信小程序里颇受欢迎。去年11月底，这款游戏被改名为《孤勇者传说》，上线了港澳台地区，首月就斩获了5200万的双端流水，后续在日韩市场同样表现不俗。甚至今年1月份，凭借《孤勇者传说》，4399在中国手游发行商全球收入排行榜中排到了第7名，仅次于莉莉丝。总的来说，在国内已经没啥人关注的4399，正在海外混得风生水起，担心它倒闭几乎是不可能了。最后，无论如何，我们都还是希望4399能够变得越来越好，因为它在我们心中始终是无法取代。只要4399还在，偶尔登上去看看玩玩，总能把思绪拉到过去。那个燥热的下午，趁着父母不在，偷偷打开电脑，按下开关是嗡嗡作响的电脑主机风扇，直到显示屏画面亮起，你拿起鼠标键盘，无数片未知的新大陆在你眼前展开。